那就在刚刚发生，没有错，是黄金交叉。那对于山寨币来说，黄金交叉又回来了。这可是同样的黄金交叉，曾经在2021年带来了山寨币10到20倍的涨幅。不过问题是，那这一波行情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是真正启动呢？哪一些山寨币会迎来最大的涨幅？那过去的一周，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些山寨币，特别是那一些由特朗普支持的 World Liberty Finance 大量买入的币种。原因有2个，这些币种因为被链上追踪到，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和资金流入。第二点，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正如 Mark Yusuf 在这里解释的那样。What Trump is doing through this entity that he owns is buying a bunch of crypto, Bitcoin and Hedera and XRP, a bunch of things that might be approved for ETFs next year. Shocking how that works. 他们还会买哪一些其他的山寨币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好，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聊一聊马来西亚 Bybit 的问题。那有一些朋友问我关于 Bybit 是否还能使用呢？答案是暂时是没有问题了，一样可以继续使用，不会被封号，也不会被禁止使用。但是如果你遇到了一些登录的问题，大家可以打开你的 VPN 或者是更改你的 IP 再去登录就好了。那登录之后呢，也不需要再开 VPN， 直到你登出为止。那所有的马来西亚用户还是可以照样使用 Bybit 的。那另外呢 Bybit 目前还有做这个活动，那中国大陆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注册过 Bybit， 赶紧来注册，入金$100就可以获得额外的$100。那这个活动呢，是为了庆祝6周年活动才会给大家的优惠。那可以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如果大家之前注册过了，那你现在可以再注册过一个新的账号，再 transfer KYC 一样可以拿到这个优惠了。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那目前呢，我们是成功维持在95000以上的。上一周五经历过了一波的抛售，价格跌到了92000，确实让人有一点紧张。不过之后呢，我们反弹回了99000的位置，然后又有一波回调到95000。那我个人觉得呢，比特币的价格会在这个区间震荡到1月20号为止，也就是特朗普上台的时间。关键问题是，这个位置是否能够站稳？如果可以，相信2025年的1月份，比特币将会突破历史新高。但是如果价格站不稳9万的位置，那么情况就有一点不乐观了。我们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陷入下跌的趋势，也许需要等到特朗普就职典礼之后，再看看特朗普有没有新的热点，才会有新的突破了。但整体来说，目前的市场还是看涨的。年底的时候，由于是税务的原因，很多人会进行抛售，所以呢，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同时也可以趁价格低的时候买入更多的山寨币。首先，塞尔瓦多政府正在加速购买比特币，在过去的一周，他们花了$240万买了29枚比特币，总持仓达到了5995枚，比特币的市值是为$5.62亿。他们像 MicroStrategy 一样不断增持比特币，然后美联储宣布降息，这将会带来更多的全球流动性。虽然市场短期内波动很大，但是降息长期来看对比特币是利好的。历史数据显示，在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的降息周期中，比特币的表现都是非常强劲的。此外，根据数据显示，比特币在圣诞节之后总是表现最强劲，无论是2012年、2016年还是2020年，圣诞节后比特币都会出现指数级的增长。2025年预计也是会如此，尤其是明年的第一、第二个季度可能会成为山寨币的爆发期。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山寨币市场的黄金交叉。那根据2020年、2021年的数据，每当黄金交叉出现时，中小市值的山寨币都会有10倍或者是20倍的涨幅。市场普遍认为2025年将会迎来历史最强的山寨币季节，特别是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市场的情绪将会更加看涨。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聊我们首先会选什么山寨币。首先呢，就是 Chainlink， 这是特朗普和鲸鱼们正在买入的山寨币之一。根据 Look On Chain 的数据，我们发现了9个新的钱包在过去24个小时内
从币安提取了362380个 link， 价值819万美金。同时 AliChart 呢也指出，鲸鱼在最近的回调期间购买了价值超过4400万美元的 chain link。此外 Look on Chain 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鲸鱼从币安提取了65000个 link， 价值181万美金。在过去的4天里，这位鲸鱼累计提取接近60万个 link， 总价值1731万美金。那么 Chainlink 究竟有多么强？那它是一个顶级的 Oracle 服务提供商，当前支持407个协议，锁定的总价值达到了350亿美金。相比之下，排在第2名的 Chronicle 仅有90亿美金，排在第3名 PIF Solana 版本的只有60亿美金。因此 Chainlink 是最大的 Oracle 提供商。更重要的是 Chainlink 也是特朗普支持的 DeFi 项目 World Liberty Finance 正在买入的币种之一。那目前呢，我们对 Chainlink 的表现依然保持乐观，价格一直保持在21到22美金这个价位呢。短期来看，我们预计它会在这个区间盘整几天，可能一直会到年底。那从日线图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每一次价格到了这个区间，都会被迅速的拉回。蜡烛图总是收在这个关键水平以上，这表明 Chainlink 目前的表现非常强劲，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很快的挑战新的高点。预计在2025年的第1季度 Chainlink 可能会突破历史新高，目标价格56美元左右。在过去的1天里 Upbit 累计买入了900万个 Ondo， 总持有量达到了 Ondo 的总供应量的 2.39%。 我们必须关注聪明资金的动向，而不是他们说了什么。那 Nottelling 博主呢有提到一个关键的信息，他表示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 Ondo 向特朗普就职基金捐了100万美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绝对不是巧合。Ondo 捐款支持特朗普的基金，特朗普通过 World Liberty Finance 买入 Ondo， 而特朗普还任命了一位在 Securities 董事会的 SEC 主席。那这位主席对资产代币化非常看好，而且非常理解加密货币。这一切是发生在 Ondo 即将推出 Ondo Global Markets， 也就是 OGM 之前。那 OGM 将实现股票和债券的代币化，填补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和传统金融 TradeFi 之间的空白。那政治是如何运作的呢？这就是以理还理的经典案例。Ondo 有望进入前10，因为一旦 OGM 平台发布，他们会同步宣布一系列的重大机构合作伙伴，比如 Wellington Management、贝莱德和富达投资。那这些机构将会把所有的客户引入这个平台。那目前没有其他加密货币像 Ondo 一样推动区块链的采用， Ondo 正在吸引大量的鲸鱼和机构采用，前景非常光明。与此同时，我们还有 Hash8 的好消息。那 Hash8 基金会的董事长成员 Brian Brooks 加入了 MicroStrategy 的董事会，这对市场来说是一个非常看涨的信号。几周前，在特朗普宣布 Paul Atkins 成为 SEC 主席之前，我们一度认为 Brian Brooks 也可能会成为 SEC 的主席，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候选人。虽然他最终没有担任这个位置，但是他现在加入了 MicroStrategy 的董事会，这依然是一个重大的利好。那 Brian Brooks 是谁呢？他曾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货币监管署代理署长，负责监管美国联邦银行系统。他以一句话闻名：加密货币不是对美元的威胁，而是对现代银行系统的威胁。这对 Hash8 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交易员 Merlin 指出， Hash8 的 DeFi 日交易量正在快速的增长，目前已经接近200亿美元。DeFi 领域活跃度显著提升，也为 Hash8 带来了更多的潜力。今天我们要聊的另外一个山寨币就是 Avalanche 了。那 Avalanche 是一个 Layer 1的区块链项目，自从2020年发布以来，尽管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的成功重新定义了自己，定位成一个游戏的区块链，依然在加密货币保持活跃和相关性。那为什么我会选择 Avalanche 呢？简单的来说，尽管已经存在多年， Avalanche 依然持续增长，特别是在传统金融 TradeFi 和 RWA 领域。他们正在与一些重量级别合作伙伴合作，比如 BlackRock、Citibank 和 JP Morgan， 还有 AWS 和 Visa 等等。那近期呢 Avalanche 推出了 AVAX 9000，这是一个重要的升级，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简化了子网的启动。
第二，生态的支持，他们拥有一个价值2亿美元的 Build Fund， 这是一个风险投资基金，自从2021年以来，一直支持 Avalanche 生态系统的增长。目前，他们的投资组合已经包含了90多个项目。那在 Avalanche 的生态系统里，有多个值得关注的机会。那首先是 Airdrop 和奖励，包括 Retro 9000、Faraway、Shutterline 等等的项目。那潜在的保障项目呢，比如 Fora Exchange、Arena、Lab 91等等。那 Fora Exchange 呢，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DEX， 目前的市值370万美元，完全释放之后2500万美元。那它在过去的1个月表现非常强劲，尤其是在 Alpha 小组近期讨论的热门项目之一。那 Arena 呢，是一个社交 DApp， 与 Avalanche 生态高度集成，自从2023年10月份初上线。那目前的市值是为1000万美元，完全释放之后大约1亿美金。那 Lab 91呢，是一个通过 NFT 进行挖矿的 DApp， 这是一个低市值的项目，挖矿周期预计是为26年。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热门的话题，关于谷歌的 Willow 量子计算机。上周，谷歌宣布了 Willow 的量子计算机，这让很多比特币的持有者感到了恐慌，担心比特币的安全性会不会被攻破，所有的加密资产会因此失去价值。那我个人的答案就是大家不必担心，比特币的安全性是依赖2种加密算法 ECDSA256 和 SHA256。那让我来逐层分析。第一层加密 ECDSA256， 这一层加密保护用户的私钥，理论上它确实可以被量子计算机通过一种叫做 SHA 算法的方法来破解，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破解 ECDSA256 需要超过100万的量子比特 qubits 的量子计算能力，而谷歌的 Willow 量子计算机目前只有105个量子比特。简单的来说， Willow 的距离能破解这个加密算法还非常的遥远。第二层加密 SHA256， 这是比特币用于挖矿和验证交易的算法。 SHA256 的安全性更强，即使是量子计算机也难以攻破。那破解 SHA256 需要使用 Grover 算法，但是即便如此，也需要数百万的物理量子比特，而 Willow 目前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那我个人依然相信比特币的安全的原因，首先，当前的量子计算技术还不够强大。虽然量子计算可以改变许多行业，但是目前的技术距离威胁比特币的加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开发者呢，已经在未雨绸缪了。比特币开发者早已经开始在研究如何在量子计算更强大时升级比特币的加密技术，确保未来的安全性。最后呢，就是国家战略的保护。那比特币被视为美国战略储备资产之一，很多聪明的人一定会为了保护比特币免受量子计算的威胁而努力。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大家不用再担心谷歌的 Willow 量子计算机。